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现在冬天来了，冬天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。在寒冷的冬季，人们更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，这是因为冬季空气比较干燥，低湿度会导致呼吸道黏膜干燥，使得病毒更容易在干燥的环境中传播。加上在冬季，人们比较倾向于室内活动，室内空气流通相对较差，这种封闭的环境更容易促使病毒在人群中传播。还有冬季容易聚集在一起，增加了呼吸道病毒传播的机会。冬季是许多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、呼吸道合胞病毒、新冠病毒的活跃季节。这些病毒在低温下更容易生存和传播。另外，冬季外界气温的急剧变化可能对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使得人体更容易受到感染。因此，冬季易患感冒、流感、支气管炎等等。为了减少呼吸道疾病的风险，我们在冬季要更加注意保暖，并且采取一系列的防护措施，例如勤洗手，保持室内的通风，空气不要太干燥，避免过多室内聚集等等。还有接种流感疫苗、新冠疫苗都是有效的预防措施。对65岁以上的年长者或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呢，还要注意接种肺炎疫苗。建议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朋友，请咨询您的医生，看是否需要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。针对现在新冠流行的增加，美国疾控中心还建议要大家注意接种疫苗或接种加强疫苗，加强各种防护。因为新冠重症者需要做 ICU 的，多半还是没有接种过疫苗，或者是年长有基础疾病的患者。我曾经做过一系列的心血管健康视频，还做过一些脑健康的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着重谈谈有关呼吸道健康，因为呼吸道健康是整个身体健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们平常要注意做一些呼吸健康的保健工作。下面呢，我做一些建议。首先呢，很多呼吸道疾病呢都是因为抽烟引起的，所以戒烟，避免被动吸烟非常重要。吸烟和被动吸烟是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。戒烟和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吸烟者的二手烟中，可以大大的降低有关呼吸道疾病的风险。那么我还建议大家保持鼻呼吸，鼻呼吸可抵御入侵的病原体，预防呼吸道感染，改善肺部的氧气交换。关于鼻呼吸对呼吸道健康的各项好处，请看我上一期的视频。那么我们还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，定期做室内外空气交换，必要时呢，应该使用空气加湿器，尽可能的避免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长期停留。要关注天气预报中有关空气质量指数的情况和建议，还要避免过度使用呼吸刺激剂。在工作会产生大量尘埃的时候呢，应该戴上相应的保护口罩。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健康饮食、足够的睡眠和适度的锻炼，对维持整个的身体健康，包括呼吸道健康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再就是要及时的治疗感冒、流感和其他呼吸道感染。现在正是新冠病毒流行增加的季节，建议如果出现感冒症状，要及早自我检测，排除新冠病毒的感染。如果检测阳性，需要自我隔离，以免病毒进一步的扩散。对于年长或有基础病者，更要及早的做出检查，因为你这样才能获得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机会。
以防止病毒传播到更深层的呼吸道。常见的症状有喉咙痛、咳嗽、咳痰，还会有畏寒发烧、肌肉酸痛等等。要知道呢，发烧和咳嗽都是机体的自卫表现。一般来说呢，发烧不超过38度5摄氏度，咳嗽呢也不太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呢，是不建议用药退热或者是镇咳的，因为90%以上的感染是由病毒引起的，也不要一开始就选用抗菌素，这样呢容易引起细菌的耐药性，也很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。可以采取一些对症治疗的措施，加强自身的免疫功能，例如喝足够的水，有助于保持喉咙的湿润，缓解喉咙痛和咳嗽。温茶和含蜂蜜和柠檬的温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蜂蜜有自然舒缓的作用，柠檬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呢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用温盐水漱口有助于减轻喉咙不适，还有洗热水澡，或者使用加湿器使空气湿润，也可以在热水中加几滴薄荷油或者桉树油，然后呢呼吸这些蒸汽，有助于减轻喉咙不适。还有在药房可以选用非处方止咳的多种药物，要根据症状选择适当的药物。止咳药有助于减轻咳嗽，而化痰药呢有助于祛痰。注意选择含有祛痰作用的止咳药，特别是新冠引起的咳嗽，往往产生大量的痰液，有的时候还非常浓稠，需要一些祛痰药物来帮助稀释痰液，以便容易咳出。那还要注意避免刺激喉咙的食物，注意休息，让你的免疫系统有更好的对抗感染。如果症状持续或者加重，或者伴有呼吸困难、血氧度降低等严重症状，您应该立即寻求医治。在此，我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年度体检，定期的身体检查，包括呼吸系统的检查，以便早期发现潜在的呼吸系统的问题。根据美国肺脏协会的指南，肺癌筛选有了更新。如果您是50岁至80岁，有20包1年的抽烟历史，每天1包20年，或者是每天2包10年，并且是还在抽烟，或者是近15年内戒烟，是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，建议要接受低剂量的 CT 肺癌筛查。如果您有需要，请您咨询您的医生。那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订阅的时候，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会得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